当讨论男性脾气较暴躁的问题时，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生物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因素。以下是一些更详细的观点。生物学因素。睾酮和情绪。睾酮是男性主要的性激素，与情绪和行为有一定的关联。某些研究表明，睾酮水平可能与攻击性和竞争性行为有关，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。即使存在这种联系，睾酮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，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。大脑差异。研究发现，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结构和连接方式有所不同，例如承担情绪和情感的大脑区域可能有细微差异。然而，这些差异是复杂的，不应将其简化为脾气暴躁的直接原因。心理学因素。自我认知。个体对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进行认知和理解的能力，与情绪表达和管理密切相关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可能受到社会角色期望的影响，使得一些人对自己的情绪保持压抑，难以有效表达。情绪调节。情绪调节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，它包括识别、理解和调整情绪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愤怒和暴力作为应对方式，而非寻求其他更健康的解决方法。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导致情绪表达不当，表现为脾气暴躁。社会文化因素。社会化。社会和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情感表达有着不同的期望。在某些文化中，男性被认为应该更加强硬和坚毅，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倾向于表现出愤怒和暴躁。家庭教育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可能影响其情绪表达。在成长过程中，男孩有时可能被教导要坚强、勇敢、不哭，这可能影响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，使得暴躁成为一种途径。个人经历和环境。家庭环境。家庭是塑造个人性格和行为的重要环境。如果一个男孩在家庭中见到了频繁的暴力或冲突，他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，表现出较暴躁的脾气。社会经验。个人的社会经验，包括学校、同伴关系、职业等，也会影响情绪表现。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可能导致情绪积聚，难以有效释放，进而表现为脾气暴躁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脾气暴躁并不是男性特有的问题，女性同样可能有暴躁的情绪。性别不应成为评判情绪表现的标准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学会健康地表达情绪和处理挑战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情绪教育和培养积极的情绪处理技巧，无论是在家庭、学校还是社会中。同时，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和期望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情感，是建立更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的一部分。